你以为 AI 时代最重要的国家只有美国、中国、台湾和荷兰？你以为真正决定 AI 命运的只有英伟达的 GPU 和 ASML 的光刻机？但最近，一组来自新加坡企业发展局以及大华银行、野村证券等金融机构的最新官方数据，突然让全球市场猛地愣了一下。2026年3月，新加坡非石油本国制品出口同比大增 15.3%， 远超市场预期的 9.4%。仅仅1个月后，4月的出口增速直接飙到了 24.5%， 创下了2012年2月以来的最快纪录。其中，电子业出口同比暴涨 74%， 机体电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半导体，出口飙升了 113.8%， 磁碟媒体增长了 78.3%， 电脑零配件也涨了 57.3%。 背后只有一个原因 AI。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本土没有诞生任何顶尖 AI 大模型巨头，也没有最先进晶圆代工厂，人口只有700万左右的东南亚岛国，为什么会突然之间成为全球 AI 供应链上最大的隐形赢家？更关键的是，除了人人皆知的光刻机之外，新加坡手里到底还捏着哪些 AI 芯片产业真正的咽喉？今天我们就来深度拆解这块在 AI 时代最容易被忽视却又最不可或缺的全球科技拼图。现在很多人一想到 AI， 脑海里立刻浮现出英伟达、GPU、台积电、3纳米、光刻机，仿佛这个产业只要有顶级芯片，一切就能自动运转。但现实远比这复杂得多。AI 真正拼的是整个基础设施系统。一台 AI 服务器里面远远不止 GPU， 它背后还需要高速存储、先进封装、高频连接、散热系统、精密零组件、电源管理、数据传输系统，甚至连数据中心机柜、海量磁碟媒体、企业级 SSD、超低延迟网络等等，全部都是必须的。简单来说， AI 不是单一的芯片战争，而是一场全球工业体系的协同战。而新加坡恰好卡在了很多最容易被忽视却绝对绕不开的环节上。这也是为什么当全球科技巨头疯狂扩建 AI 数据中心时，新加坡的出口订单开始像坐上了火箭。因为 AI 产业越往后发展，市场越会意识到，真正稀缺的不仅仅是先进制程，而是能不能把整个 AI 系统稳定的跑起来。说到这儿，有一个关键角色不得不提，那就是先进封装。过去几十年，半导体产业的核心逻辑很简单，谁的制程更先进，谁就赢。所以大家拼命往7纳米、5纳米、3纳米上卷。但进入 AI 时代之后，情况变了，芯片本身的性能提升越来越接近物理极限，行业开始寻找新的突破口，而这个突破口就是先进封装。什么叫先进封装？简单理解就是，以前每个芯片就像一栋独立的小房子，现在 AI 需要把大量的芯片像搭积木一样组合成一个超级城市 GPU、HBM 高频存储、I/O 模块、AI 加速器，全部要高速连接在一起。这个过程极度依赖精密制造、超低误差、高密度互联和封装测试。这也是为什么台积电的 CoWoS 产能现在全球疯抢，因为未来的 AI 竞争不只是谁的芯片更先进，更是谁能把更多芯片更稳定、更低延迟的连接在一起。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新加坡其实长期都是全球先进封装与半导体测试的重要基地，这里聚集了大量半导体设备、精密工程、芯片测试和高端制造企业。比如2021年在新加坡成立的本土初创公司 Silicon Box， 2025年已经达成了1亿套的出货里程碑，专注于小芯片整合和面板级封装技术，正在帮助缓解全球的封装供应链瓶颈。与此同时，美光科技除了计划在新加坡投资240亿美元建设新的 NAD 晶圆厂之外，还单独投入了70亿美元建立 HBM 先进封装设施，预计2026年就可以正式启用。全球最大的独立半导体封装测试服务提供商日月光集团，在新加坡长期运营着大规模的后端制造与服务设施。AEM Holdings 与日月光科技也在2026年3月宣布战略合作，共同加速 AI 和高性能计算领域的测试技术革新。AI 服务器越复杂，对封装和精密制造的依赖就越高，于是新加坡开始从幕后工厂变成了 AI 供应链中不可绕过的关键节点。再来看另一个新加坡的隐藏王牌，数据存储。很多人误以为 AI 最耗的是算力，
但其实 AI 真正恐怖的是数据。训练一个大型人工智能模型，需要反复读取海量的数据。这意味着 AI 世界不仅需要强大的 GPU， 更需要企业级 SSD、高速数据吞吐系统和极致的存储稳定性。这就好比 GPU 是 AI 的大脑，而存储系统是 AI 的记忆。没有记忆， AI 根本没法训练。而这正是新加坡碟盘媒体出口暴涨 78.3% 的底层逻辑。在全球的半导体分工中，新加坡恰恰是全球最核心的数据存储设备与磁碟媒体生产与出口中心之一。除了前面提到的美光，西部数据这家全球数据存储巨头也在新加坡拥有核心生产基地。根据公开消息，西部数据2026年的全部产能已经被客户订满。不仅如此，部分长期合同已经延伸到了2028年甚至2029年，最激进的客户甚至已经在询问2030年的供货安排了。这意味着在 AI 驱动的企业级硬盘和 SSD 需求面前，新加坡制造的高端存储产品已经是全球科技公司不惜代价也要锁定的核心战略物资。从 NAD 闪存到企业级硬盘，从精密磁碟到高速读取组件，新加坡正在把存变成一门堪比算的超级大生意。如果仅仅是擅长制造高精密的半导体零件或存储设备，世界上或许还有其他一些成本更低的地区可以作为替代。但新加坡在 AI 时代真正让全球巨头无法离开的厉害之处，其实已经超越了纯粹的技术和制造范畴。在当前的国际大环境下，全球科技产业最稀缺的，除了一流的技术，还有2个字，那就是信任。尤其是在中美科技竞争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全球科技巨头现在最害怕的，其实就是4个字：供应链中断、地缘政治风险、出口限制、突发制裁。任何一个意外都可能导致价值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项目瞬间停摆。于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寻找一个足够稳定、足够中立、足够安全的科技节点，而新加坡几乎就是为这个需求量身定制的。它同时拥有全球顶级的港口物流网络、完善的高端制造能力、健全的法治体系、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成熟的英语商业环境，以及亚洲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地位。更重要的是，它是极少数能够同时与美国、中国、欧洲和中东都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这种独特的外交空间让它在中美科技博弈中扮演着中立安全区的角色。正如新加坡一位高级官员公开表过的态：我这里不是战场，只做市场，你们要竞争，去别处。我这里只认商业规则。当 AI 供应链越混乱，全球科技公司就越需要一个稳定可信赖的枢纽，而订单也自然而然的就流向了新加坡。所以，当很多人还在讨论 AI 会不会改变世界的时候，新加坡已经开始用真金白银的出口数据，默默地吃到了这波基础设施红利。它不一定掌握最先进的 GPU， 也没有最顶级的光刻机，但它牢牢卡在了整个 AI 体系最容易被忽视，却又最不可或缺的那些环节：先进封装、精密测试、高端存储，以及那个最稀缺的东西——稳定。未来的 AI 竞争，也许不再是谁的模型更聪明，而是谁能稳定地支撑起整个 AI 世界的运转。而在这场全球 AI 工业革命里，新加坡正在悄悄地变成那个最难被替代的关键节点。在你看来，接下来新加坡还有可能靠着 AI 基础设施的爆发，再诞生出下一个隐藏冠军产业吗？是先进封装测试、企业级存储，还是数据中心散热与精密工程？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